好，接下來科技戰我們要來看到的是美國封鎖晶片，可以說現在是失算了，因為呢，中國大陸現在在鄭州這邊啟動的是10萬卡的 AI 大算力哦，等一下來特別關心中國現在科技反攻，另外一方面在出口相關的這個晶片的部分狂飆，尤其我們來看到出口的部分，7月順差甚至破了1000億元大關。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做深度的剖析。來看到中國是真的被美國的科技圍堵給卡住了嗎？因為我們要來看到一個最新的一個貿易數字，中國海關特別公布的，在今年的7月份，以美元計價的出口比去年同期還暴增了2%哦。進口的部分也有一個很好的表現，而且是達到貿易順差超過1000億美元的。那麼重點來了，這一次出口表現最好的就是被發現是落在這些高科技產品的出口。超過了40%的一個幅度，尤其在半導體的出口，更是在全球對他們的出口的部分是直接翻倍的。從出口的產品我們來做分析，中國過去賣的可能是一些，比如說比較低附加價值的，像是服裝啊、家具、玩具、日用品，但現在不是這一些了，是哪一些呢？都是跟高科技產品有關係，包括了有中國大陸出口的晶片、電池、電動車、機械設備、伺服器等等，甚至是 AI 的這一些基礎設施哦，代表說中國現在已經從世界工廠往這些高科技供應鏈出口中心來快速的做轉型。那中國出海的方式，其實呢，我們現在看到也已經轉變了哦。那麼過去是中國製造，直接可能會出口給美國，現在中國企業會把它的技術啊、產能、供應鏈、工廠直接搬出去，包括前進東南亞、中東、拉丁美洲，那透過這些國家再重新布局。歐美媒體其實現在也蠻擔心的，他們認為說中國衝擊2.0已經到來，形容這一次中國大陸的出口大爆發。楊老師怎麼解讀中國高科技產品現在全球大賣的這樣子的一個現象？我也贊成，中國衝擊2.0已經來了，這叫做 China Shock。那為什麼它是2.0呢？因為在差不多10年前或者更早的時候，他們說中國的便宜商品、消費型的商品其實席捲全世界，因此呢，這個是所謂第一階段的中國衝擊，也就是這個大量的商品進入到全世界的市場，所以美國才開始對中國進行貿易戰。那你看，經過這個10多年過來，這個中國衝擊2.0。在首先是看到今年它這個1到7月中國大陸自己公布的這個數字，也就是說這些科技產品其實佔將近這個絕大部分。然後呢，這裡面包含就是中間商品，還有這個資本財的這些商品，那但是呢，你看另外一個數字哦，其實麥肯錫提供另外一個數，就今年的1到5月，中國大陸消費性的商品增加出口只有2%，所以。它事實上，這個當然是比例上而言，對，也就是說，它還是一個出口的主軸，也在增加，但是增加的比例很小，而主要的增加呢，都是科技產品。那科技產品很多是中間商品，你像是零組件啊等等之類。因此這裡面第一個我們看到就是它這個產品的結構的變化。那第二個就是它還持續的增加它的貿易額，也就是它已經是夠大的一個就是最主要的世界市場。因此呢。它現在變成什麼東西呢？變成世界市場的市場。什麼意思呢？它的整個供應鏈拉長了。我們剛剛看的這個報道西方的媒體總是喜歡把自己抬得比較高一點也就是說，哇，他跑到東南亞去這個設廠，因此他們的目的是要從東南亞做轉口這個外銷到美國來或到歐洲來。錯了。他到東南亞就是到東南亞，而且到東南亞可能是布局全世界，那也一樣到非洲、到拉丁美洲。這裡面不要忘記從大概是10年前的貿易戰開始到現在，尤其這幾年，如果中國增加的是科技產品的話，那這些大部分的科技產品是不能賣到美國去的，比如電動車不能賣美國去，比如說電池不能賣到美國去，光伏這個太陽能板不能賣到美國去，就美國市場是除外。而還可以這樣子大量的增加比例的增加，所以呢，就呈現出所謂的中國衝擊2.0，這個已經是對於就是尤其是傳統的歐洲、日本跟美國市場的影響是很大。但換一個角度而言，它其實是對全球南方國家的這種拉抬，也就是讓它很快的容納到整個國際貿易體系裡面來，享有比較。就是先端的，不管是消費品還是科技產品，而在他那邊呢，也能夠跟中國進行貿易。
那另外一個我們看到就是一個數字，就是上個禮拜日本的文部省，也就是日本的教育部了，公布了一個就是整個2026年為止，那它的重點放在2024年，各國的研發費用的這種提升。在2024年，中國的研發費用如果用日元來算的話，已經達到97兆美元，而這裡面有將近70%是民間的企業，超越美國，美國是92兆，日本第3是22兆，德國是18兆，所以你光看是研發的這個費用哈，在這個絕對的數字上面，中國已經都超越美國，那更看出在之前連續將近7、8年來。中國的科研的文章的數量，以及到後來是比較具有影響力的文章的品質指數，他們叫做自然指數 （Nature Index）， 其實都已經很老早的超越美國，而且甚至是超越美國加歐盟加日本的總和。從這裡面看到，就是中國大陸在這個科技產品的研發，跟就是產業鏈生態系。還有呢，整個貿易的這個結合上，是快速的主導整個過去這段時間貿易形態的改變，而它很快的把全球南方拉進到整個全球的這個科技產品的供應鏈裡面來。這是過去在西方國家的科技發展跟經濟發展過程當中啊，我們其實沒有看到，它通常把西洋產業才轉移到亞洲來，然後根本不可能進入到。就是東南亞或者是非洲、拉丁美洲，而在現在你看到的是整個市場已經開始做很大的轉變，美國反而越來越像是一個孤島，把中國大陸的商品或者是在其他地方做的中國大陸的商品，把它禁止進入到美國，反而美國市場變成一個孤島的市場了。好，所以我们看到中國大陸的高科技產業不斷的向外去擴張哦，那麼也受惠了這些國家，包括了這個全球南方的國家，同時也增加了研發的費用。那美國看在眼裡，我們剛剛也說了嘛，進一步再對中國大陸實施更多的科技上面的制裁。這一次的制裁同樣不只是針對於中國大陸，還是只要呢這些勢力有往相關的海外中國大陸外面的這些海外勢力有延伸的話，它都要開始做制裁。所以包括了中國企業總部在海外的這些子公司都沒有辦法取得美國說的這個 AI 的高科技晶片，還有這個算力的後門也要一起把它給堵住。就連是輝達的亞洲客戶也會經過更嚴格的審查。所以中國大陸現在呢換一個打法，今天我們要來特別看到它這個打法是在這個時候，中國大陸曝光了它的第一個全國產10萬卡的 AI 超級計算集群，這個叫做曙光8000，而且正式的接入國家的超算網路了。那麼現在已經選好地點，就在鄭州來進行投入運行，主打科學計算加上智能計算的融合。那麼中國主要就是因為它要跟美國走一個完全不一樣的路哦。他認為說單顆國產晶片比不上輝達，那接下來中國大陸用的方法就是集結更多的晶片，還有集群他們的系統工程來彌補差距。好，專家指出這一套新的算力每秒巔峰時的計算能力換算等於全人類可以持續計算200年，然後這是來自於專家的最新估算。那麼它如果拿來做一些大語言模型的訓練的話，尤其是針對這種萬億級的參數大模型的話，說這個訓練時間可以從1年快速的縮短到只要半年的時間。那艦長怎麼看中國大陸的科技戰？現在其實從算力、能源，甚至到這些稀土等等全面開打。其實剛剛楊老師特別告訴我們，也就是美國自己變成了孤島，那個是因為他們也就是從川普1.0的時候開始，從這一個貿易戰到科技戰，甚至到晶片戰，想要透過這個小院高牆把中國大陸圍起來，那讓中國大陸呢只能夠停留在這世紀初的時候，也就是專門做一些附加價值很低的啊，就像剛剛主持人所形容的，例如像紡織啊，或者是代工的這些產業。可是中國大陸它的一個雄心絕對不是僅僅如此，它是躍居世界的，可以跟美國一起競爭，而且可以一起競爭的話，你必須就從
科技上突破。可是科技真正的問題在哪裡？科技真正的最前沿的問題是在能源啊，也就是如果你的電力不夠的話，你其實是沒有辦法進行這些無論是算力的部分，那從製造一直到我們講到說，進行這個計算，通通都是問題。所以如果我們來看啊，那剛剛講到的鄭州，那是我們講到的華北的部分。那如果我們來看到華南的部分呢？那華南的部分我們所看到的其實是廣東。廣東這個部分，我們看到這個大灣區的部分，我們可以很驚訝的發現了，它的一個真正的一個資料中心是在韶關，而不是在我們認為可能是廣州啊，可能是香港啊，或者是也有人猜想是在深圳，其實都不是，其實是在韶關。為什麼？因為整個中國大陸它的這一個資訊動脈的來源是從韶關，然後再一路的經過這個深圳，然後到香港。所以最好的方法，也就是大灣區所有的資料通通送到韶關，然後透過韶關這主幹，然後再往北送，甚至那它的我們講到東數西算嘛，那也就是要跟西部有所搭配。那這一個部分，我們剛剛特別講到有關於電力的部分啊。那電力呢，其實是這個是目前為止人類科技必須要面對的問題。我們看到這個中國大陸對於電力的部分，已經整個的一個開發超過了美國，也超過了歐盟。那超過這些真正的原因，不是只有煤電而已。事實上，無論是太陽光電，或者是風力，或者是水力，都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好，謝謝艦長。所以中國大陸現在出了招，除了剛剛艦長幫我們特別提到的這個全國產10萬卡的 AI 超級算力集群之外，我們看到它現在也掌握了，特別是在晶圓製造裡面這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晶圓代工的一個階段哦。特別我們來看到2026年光是第一季的營收有一個非常好的表現，全球10大晶圓代工的營收排名，中國大陸有3家企業現在正式的擠入在名單當中，而且我們要看到都是跟這些很強的企業比。首先前3名來看到包括台積電跟三星，之後就是中國大陸的中芯國際，那華虹現在排名第6。合肥晶圓現在排名在第8。川普希望產業鏈去中化，真的有這麼容易嗎？那奕修又怎麼看？這個中國3大晶片廠，這個雙進入到的就是都進入到全球前10啊。其實，除了這個芯片廠之外呢，還有什麼？就是最近很夯的長興存儲，那另外還有長江存儲哦。當然，他們2個所在擅長領域是不一樣。長興存儲主要是 DRAM 嘛，那長江存儲是那個。在 SSD 就是我們講那個 NAND 的這一塊啊。那不管怎麼樣呢，他們的這樣的一個這個成長啊，很明顯是中國大陸現在應對美國的壓迫之下，這個進口替代，它是做了長線的一個布局。而且我們可以看到，他們都不是現在才開始，也不是說中美貿易戰才開始，而是早在這個很早之前哦，可能就是在這個10年初期到中期的時候，他們其實就已經陸陸續續。做了很多的一些工作，因為最近長興存儲的老闆的一些故事也被翻出來啊，那就可以發現到說呢，他其實很執着想要做這個 DRAM 的部分。那長興存儲這次的大爆發，這個被很多人認為說是他的一個這個等於說是即將要炸裂之前的一個這個蓄勢待發的樣態，因為他現在只占到世界8%。但是問題是中國這個進口替代之後呢，很多的芯片包含 NVIDIA 它是進不來的。那反而在本土這邊呢，它有一個非常巨大的空間。所以現在雖然前3大我們知道是這個三星、SK 海力士還有美光分別是韓國的2家跟美國的1家。那可是問題是，這個很可能在下一年度的時候就會來一個洗牌，可能它就超越了美光，以它目前擴產的一個速度，而且它已經掌握了快速擴產的一個方式。因為我們也可以看到說，在上海這邊已經產生這個所謂的 DUV 的一個量產版。那今年5台，明年可能20台。雖然 DUV 的量產版到它的一個成熟版會要走上一段路了，產能要經過一段時間的爬坡，但我們可以看得到說，這個中國大陸在從世界工廠轉型成這個世界的這個工廠的供應鏈，它是下了極為巨大的決心。因為世界工廠你可以是代工廠你可以是組裝廠但是你要做供應商，那你就必須提供關鍵節點的能力那它是非常充分的抓到這一個
窗口啊。那這幾個窗口包含第一，這個成熟製程的缺口不斷在擴大。因為不是所有的產品都要用到先進製程，但是先進製程必須非常重倉的投入，所以呢，這個台積電在等他們的這個資本投入的關口，它都往先進製程2奈米、3奈米的地方去了，然後就這個成熟製程沒有，那我就進入到這個成熟製程，而且我不會被你卡脖子，然後我就造成了大量的現金流，所以就可以來提升再回補的產能，這叫量變產生質變，那質變又回補到量變，所以我想這個是整個策略非常精髓的一部分，所以我是相當看好中國大陸未来科技業的一個發展。美國的產業去中化，可能就算辦到了，那反而是自殘的狀況；反而是中國的產業去美化，可能做的會比去中化快的更多，而且更好。好，謝謝一休，謝謝。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来。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